嗨，大家好，我是鞋底，刷了个牙。我现在是在西弗吉尼亚州啊，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服务区。就是在美国自驾环游这么多天啊，我现在已经总结了一下，只要这个州人口多、够发达，它呢就会建就是特别好的服务区，还做的有文化宣传。宣传自己的州里有什么玩的什么的，卫生间呢都是有专人打扫的，工作人员就住在里头，所以说搞得非常干净。像这个服务区呢，这边还有一个商店吧，应该是关了。这边还有，这是个电脑办公的地儿。我今天晚上呢，又睡服务区啊，又睡服务区了。走累了。今天呢是结束了这个华盛顿的这个旅行啊，下午的时候不是到了刘大哥那儿，刘大哥家拜访了一下，哇，吃了1碗半的那个正宗的兰州拉面牛肉面，然后呢又吃了1碗米饭，吃的回锅肉，就一直在吃了啊，吃的我好撑。然后8点多钟吧，我就出发了，从他那儿。因为他呢倒是很想，就说我在他那休息1晚上，但是我确实是一点时间都没有的。我过会儿给你们摆一下为什么我一点时间都没有，连他休息1晚上的时间都没有。这个服务区啊，目前为止小车就2辆，但是这个美式的这个大卡车啊，看一下啊，一排满的一排。都在这儿过夜的啊！如果有一天啊，有机会啊，我一定是买一个小房车。我这每天睡在车上，这行李啊真的是搬来搬去。下午在刘大哥家用他家的洗衣机啊、烘干机把我衣服全洗了。这大哥给我弄的凤梨酥，哎呦，这可以当零食，这么大一盒。看一下这个怎么摆了，电脑的壳子啊，这是洗干净的衣服。哎呀，我这天天倒来倒去的，倒得我都烦了。这是我的3箱物资，冰箱。哎呦，锅放在这儿的，钱包在这儿，护照在这儿，电脑包也都挪到这边来了，好吧。床呢已经是腾出来了，这是枕头。哎呀，这个刚好可以挡一下那个路灯的光。这个关一下，好的。哎呀，也就这不是我自己的车，不然的话我就后面好好的铺个褥子了。现在说一下为什么。哎呀，时间不够啊，就连在这个华盛顿那个刘大哥那儿待一宿的时间都没有，就必须往前跑。为什么呢？我8号的时候不是去续租嘛，我心想的这不是 so easy 嘛，是不是续上2周多花点钱？结果呢没成功，他们说那个门店他们改不了那个订单了。如果说就是把我上一个28天的订单已经是结算掉，就是我把钱交了以后呢，再从那个华盛顿再租车回这个加利福尼亚，就非常贵，2700-2800这种概念，知道吧？特别贵，2000多，而且还不是说是4周，是2周就要2700。我一看这太夸张了，然后呢，他们也帮我了很多忙，就帮我想办法，因为他们那个系统确实是他没有办法了。反正就是从华盛顿那个机场租出去的那个车，那个下的那个单子都非常贵，贵的离谱。最后呢，没办法，就是那机场的那3个工作人员呢就很帮我，最后就说，要不就这样子，把上面那个订单呢继续维持它的有效性，你就继续开就可以了。到时候你再回这个就是加利福尼亚圣何塞那边去结算。然后我听了一下也行，
因为如果说我当时啊把车还，就是我说我不开了，把这个车还到那个华盛顿那个机场那家店，我也要交弯位费，就是本身呢是1890块钱的单子，交到弯位费就要交差不多1600，就是我不开了，这还要再多交1600块钱美元，才能结束这个单子，就搞得我就没有办法，知道吧？然后呢，又是我英语没有那么那么好，就是有些官方的词我也听不太懂，尤其在电话里头，要当着面的话，就他慢慢说我还能理解。所以呢，我就让那个一个纽约的一个小哥帮我打电话，跟那个就是 Sixt 沟通了一下，然后又让那个艾伦哥，就是圣何塞带我们一块儿去那个斯坦福参观的那个哥，他呢英语非常好，他就跟那个就是 Sixt 那个官方客服打电话，打了大概4、5个电话，哎，大概聊了估摸着有2小时，因为我们两个开着语音，我就一直听，我都听累了。就是他有的客服说可以，有的客服说不行，最后呢又找他们主管同意了，说就是我这个订单呢，再延续7天，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说是在那个什么类似于系统里改订单，只能说是搞一个备注，7天以后呢我回到这个就是圣何塞还车就好了。就7天时间，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是我再多租了7天，每天差不多也就是70美元，就是7749，就400多美元，我再补一下就可以了。他们主管是这么说的啊。也确认好了以后呢，就只能给7天。所以说我8号如果算1天，我现在没搞懂8号算不算。如果8号算1天的话，我8号不是在华盛顿逛了一下嘛，然后9号呢，就是今天。我呢是赶紧的走马观花，又把什么国会山随便看了一下。下午呢是到那个刘大哥那儿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一顿好吃的，把这个衣服啊什么都洗好了。然后我就只能出发了，因为我从这个华盛顿要到这个芝加哥，开车的话大概有13个小时以上，就大几百英里，你知道吧？如果说我在那休息一晚上，明天再跑呢，就根本就跑不到明天，知道吧？我就说那我就今天晚上跑上个小几百英里，是吧？然后在车上睡一觉，明天早上呢早点起床，赶紧的去芝加哥。到了芝加哥呢，就是66号公路的那个起点那边，然后到那儿去打个卡转一转。那边也有朋友，尽量的有机会见一下。然后呢，就睡一晚上啊，就找一个汽车旅馆什么的住一晚上，然后第2天又赶紧的继续出发。我就想的是到那个总统山那边，从芝加哥到总统山呢，我查了一下还有14个小时，意思就是我大概第5天的时候我才能到总统山。总统山我可能就花1个小时看一下，然后紧接着呢就往那个加利福尼亚那边走，继续横穿。所以说我其实不是说是用了7天横穿美国，我是只能有6天时间来横穿美国。这6天时间我还要相对的玩一玩，就是芝加哥转一转，那个什么总统山看一下，其他时候都在跑路了，因为这真的好远好远，而且还是我一个人。这真的是对我来说的话，开车这个历史就是我这个生涯上的一个挑战。但是呢，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太大，因为我10几年的老司机了，我是07年就拿驾照了，知道吧？就过了这么多年了，开车的话真的是处于一个还是比较自信的，是吧？而且对我来说开长途，难度不大，因为我一个人就听听歌呀什么的，就这样子就慢慢往前走。尤其是晚上啊，晚上为什么我说我有时候晚上走？你们看那个大车，刚才看到一排了嘛，就是给你们看了一下，就是晚上的大车呢，它这个国家应该是有那个大车的行驶的这个每天行驶的时长的一个规定的，应该是，反正就是到了晚上了以后，过了一个点以后就几乎就看不到大车了，也小车也很少，就我一个人在那走，等我走累了，我找一个就是 rest area， 就是休息区，就这么一个停下睡一觉，睡几个小时，明天继续。
这样就不耽误事儿。好了。这个视频呢，主要告诉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想跟我一样，就是在美国租个车环美国一圈，一定要找一家大一点的公司，好好的跟人家谈一下要租多少天，最好租2个月那种。但是这样子的话，又感觉又好贵，知道吧？真的蛮贵的，就是美国这个租车也不便宜，尤其是要涉及到单程费，就是异地还车，这个弯位费真的好吓人。反正给大家提个醒吧，基本上就没啥了。这个，哎，我也吃一堑长一智，主要是我要有个美国驾照，我就能在美国买车，然后上保险了。就现在就是说没有美国驾照，在那个加州那边买车的话，就很难搞到保险，就这么一个。哎，以后再说吧。这一次确实是没想到，给自己。哎呀，临了了，挖了一个6天横穿美国的一个挑战，这真的是个大坑，自己给自己挖的。好了，就这样子了，这个视频到这结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点个关注，点个赞，就这样子。